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们上一次推出了所谓的失功能家庭的常见现象之后呢，发现很多人对这样子的议题很有兴趣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讨论所谓的失功能家庭相关的一些议题吧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5种比较常见的失功能家庭的一些动力。所谓失功能家庭，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呢，可能从轻微的觉得不开心，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很好，到可能会产生焦虑症啊，或者是忧郁症等等之类的，严重程度不等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有毒的家庭里头，也就是所谓 toxic family dynamic 里头呢，有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不晓得，又或者是常常被忽略，但是因为长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，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心理卫生、心理健康的部分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在临床上面有做过一个研究，发现呢，一个人他可能所受到一个比较重大的创伤，例如就是车祸啦，或者是战争啊，这样子一个很重大的创伤，跟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很不健康、毒性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孩子，他们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影响，跟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其实是一样的。而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健康的环境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复原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吧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一种长期冲突的一个家庭。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头呢，家庭成员里头不断的在互相攻击，互相的吵架，有冲突，所以呢，彼此在身体啊，然后心理啊，然后常常都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。可能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父母常常一言不合就开始大打架啦，或者是大声的吵架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，然后就是频繁的冲突，以至于呢，在关系当中常常是一个呈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。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头呢，父母对于孩子也可能会是用一种专制、有毒、虐待性的一个方式来去对待孩子，就是比较 abusive and authoritative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教养孩子。所以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，通常都是用恐吓、威胁，利用对方的害怕的程度来去控制对方。所以孩子呢，通常就会变成，因为常常处在一个害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他们比较容易会产生一种神经化学的一个损害，以至于他们常常会在一个焦虑跟紧张和压力下面去生活，而跟别人相处上面也相对的会有所困难。那他们可能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，会产生所谓的不安全的依附形态，也比较容易有所谓的焦虑跟抑郁症的一个状态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属于 pathological， 就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家庭。所谓病态的家庭呢，就是指说这其中有一个家庭成员，可能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呢，是有类似像酗酒啦、吸毒啦、赌博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很不健康、成瘾或者是生病的一个状况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。如果说家里的人可能有炎症啦、精神分裂啊、人格疾患啦，尤其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边缘型人格疾患，那可能比较严重的就会常常是情绪波动非常的大，又或者是像躁郁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包括有酗酒、吸毒、成瘾这一些的父母呢，他们会因此而没有办法照顾孩子。所以这一类型家庭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呢，通常变成他们必须要反过来去照顾家人，反过来去照顾父母。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常常看见就是妈妈可能就是酗酒，然后睡倒在沙发上，他必须要去帮他清他呕吐出来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帮自己做早餐，然后自己送自己去上学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孩子变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会有责任感，然后去照顾家里的所有事情。所以呢，他们其实会变得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来得成熟，而也会因此呢，他们会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同一辈的人好好相处，或者是在社交上面其实是会有困难的。而这样子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，比较容易会有得到所谓的焦虑症或者是忧郁症。第三个就是 chronic family， 所谓的 chronic family 就是指说慢性的家庭。所谓慢性家庭就是呢，这里头的父母呢，可能因为太忙了，所以没有空去照顾孩子，
他们可能常常不在家，又或者是常常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事情忙碌，可能因为家里的经济有困难，所以爸爸妈妈平常都需要打2、3份工，常常不在家，所以孩子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。以至于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头呢，变成可能哥哥姐姐必须要负担所谓的父母的一个责任，变成必须要当一个小爸爸、小妈妈去照顾弟弟妹妹。那他们也学会扮演了一个所谓照顾者的角色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的时候呢，可能他们就比较习惯了去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比较习惯了就是不在意自己内在的需求，就不知道怎么样画下界限、设下边界，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部分。第4个呢，就是家里有其中一位父母是比较主导权的，就是比较强势的，也就是呢，家中有一位家长呢，实际上是独裁者，全家都要听他的，只有这个人说话算话，然后呢，其他人都只能默默的闭嘴，只能听话，以至于呢，所有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一种在生闷气，然后委屈、压抑自己的一种情况下生活着，那他们都会觉得很沮丧、很委屈，然后非常多的压抑跟消极的一种状态，以至于常常累积下来久了，会有一种愤怒的感觉，就是 resentment。那所以家里其实常常呈现的是一种不高兴的一种状态。而当父母一方控制欲很强了，然后又没有再去关注其他人的一个状况，或者是没有去注意或者是在意其他人的感受的时候呢，其他人就会默默的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很糟糕的状况，以至于呢，其实他们之间其实感情是会非常的疏离的。第5个呢，就是所谓情感比较疏离的一个家庭，这样子的家庭呢，其实在外表上是比较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大吵大闹，或者是家里有什么样严重的一个酗酒啊、吸毒啊这样子的一些很病态的一些行为产生，所以呢，大部分比较不清楚。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呢，比较常见的就是对外看起来没什么，可是对内呢，也没有所谓太多的关心、支持和关爱，所以他们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有距离的，是疏离的。那彼此之间互动其实是缺乏情感的，所以呢，小孩子长大过程当中，觉得父母很少对他们有所称赞，父母跟他们之间很少展现所谓的关怀，而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，其实常常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低自信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其实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也比较容易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自我概念。那在这样子的家庭里头呢，很少会跟人家沟通，很少彼此之间是互相开放、尊重、沟通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些孩子可能也会不知道怎么样好好跟别人沟通，好好的相处。以上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5种失功能家庭的动力，不知道有没有哪一种对你来说比较有共鸣，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很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。我们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创造一个空间，是让大家都觉得足够安全，讨论自己的一个状态，而在我们板上留言的人也都可以给你足够的支持。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更友善、更有爱的一个社会。我们下次见喽！